大家平常在买卖股票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有些公司的名称旁边会有一个星号的标示？这代表什么意思呢？是注意股吗？还是全额交割呢？其实都不是哦，这是代表采用了弹性面额的公司。大家好，欢迎收看财讯小学堂，我是艾德温。财讯小学堂是分享趋势新知以及理财基础知识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按赞、订阅与分享。同时也邀请您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成为财讯粉丝团财团的一份子。如果您觉得这个系列太棒了，也欢迎直接留言抖内我们，好让我们能够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内容哦。今天这一集我们要来破除弹性面额公司的3大投资迷思。首先第一个，弹性面额是什么呢？它会影响股价强弱吗？再来第二个，为什么会有这种制度呢？它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呢？最后第三个，弹性面额和股票分拆是一样的意思吗？它又会对投资市场带来什么影响呢？那我们就开始吧。要破除第一个迷思，弹性面额会不会影响股价之前，我们得先了解到底什么是弹性面额。这不能避免的要讲点股，请放心，我只会讲一点。台湾早期，也就是1979年，主管机关为了方便管理和交割，所以就直接把公司的股票面额统一规定成10元。这样有什么好处呢？我们打个比方哦，假设有间公司，它的股东一开始出资了1000万元，1000万就是这间公司的股本嘛。有一天，这间公司要上市了，要公开对外募资，发行股票，那么就要把它原本的1000万股本分割成许多股。问题来了，可以分割成多少股呢？如果我们假设每股的面额是10元的话，股本就会等于发行股数乘以股票面额。1000万就会等于100万股乘以每股面额10元，代表可以发行100万股。这样是不是很方便计算呢？不过从2014年开始，我们的政府又取消了固定每股面额10元的规定哦，让公司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决定要发行的股票面额，这就是所谓的弹性面额。那这样的调整会有什么变化呢？我们同样拿刚刚的例子来说明好了，一样股本还是1000万，不过这次公司发行时决定把每股面额改成1元。再套一次公式哦，股本1000万等于发行股数乘以股票面额1元，这样代表可以发行多少股呢？很简单，就是1000万股。说到这边，我想大家应该都明白了，每股的面额是多少，其实影响最大的只是股本可以切分成多少股而已。这样一来，第一个迷思应该可以快速的破除了。弹性面额跟股价没有关系，而股价的强弱，或者说股价的高低，只跟投资人对公司未来的期望，以及市场对这间公司的集体共识有关。那为什么我们还会保留这个制度呢？有些人可能会想说，是不是跟市值计算有关呢？完全不是哦。刚刚有说，股本等于发行股数乘以股票面额嘛。那一家公司的市值怎么算呢？其实也很简单，市值就会等于发行股数乘以股价，跟每股面额完全没有关系。这样一来，保留弹性面额的目的是什么呢？回到刚刚我们说的哦，当公司决定要公开上市，在市场募集资金的时候，面额越低，其实也越能降低募资的门槛哦。因为当公司决定公开发行，也就是所谓 IPO 的时候，投资银行会根据估值给予股票一个初始的定价，这个定价通常会比股票面额还要高，而等到公开发行后，股价才会随着市场集体共识涨跌起伏。所以对于新创企业来说，一开始把每股面额设定的比较低时，就可以让公司对外募资更为容易。像是美股市场，因为没有固定面额的限制，所以我们才能看到面额1美元，或是0.1美元，甚至还有0.0001美元的面额哦。我们以长华电材为例子，2020年的时候，它将股票面额从10元调整为1元。别忘了刚才的公式，在股本不变的情况下，发行股数自然也就增加了10倍。而一旦发行股数增加了10倍，在原本公司的市值也不变的情况下，那么股价也就从当时的120元调整为12元。这样一来，原本的100元股瞬间就变成了平易近人的10元股，就算是小资族也买得起了。咦，这样听起来是不是跟美股的分拆股票有点像啊？如果大家还有印象，在2020年，特斯拉就将1股分拆为5股，当时还掀起了一阵风潮嘛。但其实我们仔细来看哦，
一间公司分拆股票是透过增加发行的股票数量来压低每股的价格。严格来讲，跟调整股票面额并不一样。而公司的市值其实并不会因为分拆股票或是调整面额而有所改变。所以总结来说，公司调整股票面额让发行股数增加，从而让股价变得更便宜，确实是能够让更多人买得起。但是这跟股价是否能够持续上涨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哦。一家公司的股价能不能长期上扬，还是得回归到市场对这家公司未来的期许，以及它实际营收与获利是否有跟上这份期待来看。观众朋友可别因为公司调整股票面额就冲动的 all in 咯。看完今天的节目，各位财团们对于弹性面额的定义以及对于市场的影响是否更加了解了呢？想知道更多的朋友可以点击资讯栏里面的文章连结，里头有财讯详细的报道。对于今天的影片，如果有任何想法，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财讯小学堂，我们下次见，拜拜。